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短短数年，各种灭世天灾竟接连出现，台风、洪水、极寒、极热、地震、海啸、虫灾、酸雨。我在末世苦苦挣扎3年，最终落得个惨死收场，还被渣男和校花冷眼旁观。本以为人生就这样结束了，然而上天却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手握玉石吊坠觉醒空间。这一世，我可不是来当圣母的。我在一阵剧痛中惊醒，混沌的意识被眼前的景象拉扯，这竟是我末世前租住的公寓。超强台风菜刀预计17日凌晨登陆，风力预计16到19级，伴随持续大暴雨。手机屏幕上的日期和台风预警让我如遭雷击，我似乎回到了末世开始的前3天。这不是梦，我竟然真的回来了。剧痛让我确认自己的确是重生了。可一想到要经历那炼狱般的末世，我心中只剩下无尽的疲倦。这枚自出生就佩戴的吊坠，前世被傅炎杰骗走，送给了柳如烟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末世的那3年，柳如烟总是能从吊坠里取出各种食物，活得那叫一个潇洒滋润。这就是柳如烟的秘密吗？这个空间除阳台和花园外，其他地方似乎都有保鲜功能。意识操作不耗时间，但人进入则计时减少。然而时间紧迫，我现在可没空深究其他的了。不过前世只活了3年的我，不知道后续还有多少灾难等着自己。我打开手机查天灾类型，密密麻麻的答案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活着太难了。各位家长，我突发疾病住院，补课得停段时间，麻烦另找替补。对了，强台风要来了，记得囤粮和药品。为到追傅炎杰，我曾凌晨排队，只为买8000多的 AJ 送他，自己却只舍得穿最多300块的鞋。可台风天，他却带着柳如烟吃光了我的囤粮。23年更是冷眼旁观我的欺凌。我开着租来的货车前往 AJ 专卖店，准备把鞋子退了。店员听后也是一脸惊讶，这款是限量新款，好多人抢呢，您确定要退货？确定。随后我就马不停蹄地来到当地的门窗一条街。加急的话，后天能装，这3道杠天地索伦大锤都砸不开。行，那就按这个尺寸做。门窗店斜对面就是家玻璃店，我按计划进去挑起了防爆玻璃。要最厚的防爆玻璃，600元每平的那种，后天早上安装。让他们敲，让他们砸，这一次不会再有人能持刀闯进来欺负我了。付完押金，我又赶紧去往附近的户外用品店。今天全场打折，质量有保证。有抗寒零下60-70度的吗？我马上要去北极搞科研。见我不像是开玩笑，店老板赶紧打电话联系同强。这有个客户要去北极，得要吉利防寒服和睡袋。对，明天下午必须到，而且各要2套。另外，冲锋舟需要柴油，但由于不对私人出售，于是我只能开车去油站家。在末世人心难测，防身装备也必不可少。我要去阿美利卡。懂了，那边乱，这些必须备上，质量你大可放心。拿上这些，我又去了市里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扫了一圈。我不求牌子，只求质量，把能想到的保暖衣物全买了，这又花了12000块。8斤、10斤的棉被各要3条，2万片暖宝宝是极寒时的救命物，还有玻璃煤油灯、马灯和100升煤油，总共花了2万块。苹果、梨、西瓜、提子，6000块的水果能补充维生素，也是末世里的慰藉。从批发市场回来，天都已经黑了。我驱车来到侯赛雷公司楼下去取药品。你这清单太杂了，好多药都是找同行调的，这是2000块提成。谢了。另外，强台风要来了，你也记得囤点油粮。今年台风本来就多，哪次算真严重了。将药品也收进空间后，路过大学城附近的美食街，看到那里的烧烤摊，才想起来自己漏了些东西，赶忙向摊主要来了木炭、液化气、煤球的卖家电话。明天能送货吗？我急需。什么？天气恶劣，正忙着转移货物，居然没空送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亲自去卖家那买了。好在他们都在一个地方。500斤无烟木炭，10瓶液化气，2000的煤球，咬咬牙一次性全给买了。回到家已经快9点了，白天花了12万多，小房间和厨房被我堆满了物资，占了差不多50立方。可刚等我收拾完，突然被一股力量拖出空间。当我尝试再次进入空间时，却像是被无形的屏障给挡住了。卧槽，空间这是把我的物资给吞了！我吓了一跳，赶紧用意识查看空间，发现光影计时器处于归零状态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空间只能待2个小时，真小气。洗完澡出来已经过了凌晨，看了眼空间，新的2小时已经到账。我躺在床上打算休息，却梦到被人追砍，那带着斑斑血锈的刀朝自己重重砍下。我睁开了看，凌晨5点却再无睡意，拿上车钥匙，准备前往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再采购一波。到了那，天才蒙蒙亮，但市场外已车水马龙。老板，给我冬瓜、南瓜、莲藕各100斤，土豆、红薯各200斤，姜和蒜头各100斤。老板听后二话没说，笑盈盈的去打包。我也专挑那种带露水的新鲜货，除绿叶青菜外都大量采购。
花了约4000块。50斤大米100袋，面粉50袋。那你要这么爽快的话，我送你3包大米。货比三家囤了这么些，再加上白面、鸡蛋面、米粉、红薯粉，还有豆类、食用油这些，花了不到3万，这些应该足够我吃30年了吧。接下来是调味品，买了酱油、醋、白酒个10桶，八角、花椒等香料个30斤，红糖白糖个300斤，食盐更是拿了3000斤。还记得在那个末世的第3年，我见过有人拿1包盐换到了30斤粮食。再前往冷冻区采购速冻食品，五花、瘦肉、排骨各200斤，鸡鸭各100只。对了，鹅也50只。小苏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家里亲戚要摆喜酒，价格便宜些就行。好嘞，那就给你打个7折。再来2把剁骨刀和杀猪刀。你要这些干嘛？放心，保证不干坏事。接着又买了100条杀好的鱼，3000只鸡蛋鸭蛋，200受精蛋和小型孵蛋器，还选了些生长周期短的种子，顺带挑了对种兔，兔子繁殖快，能满足吃肉需求。在农贸市场耗了1整天，去餐馆狠狠搓了顿好的，把没吃完的打包，才心满意足的回了家。这2天可真是花钱如流水，但想到空间里那么多物资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底气。在农贸市场耗了1整天，一到家又钻进空间里整理物资，还剩10分钟的时候赶紧退出。不过我前脚刚出来，买的那只种兔突然被踹出，啪叽掉在地上，差点给摔死。看来只要我不在里面，其他活物也不能留下，那别人应该也夺不走那些了。最后查缺补漏一遍，把能想到的都买了，账户结余2万。空间里除了厕所和客厅，其他房间都塞得满满当当。打开外卖 app 订了油焖大虾等20多道菜个10份，还有小笼包、奶茶等几十样，花了1万多，全都约定到店自取。下午学校通知因强台风放假3天，学生欢呼着准备夜生活狂欢，我却知道这次台风后永远不用上课了。我心情复杂的看了他们一眼，继续去提货。回来后却总觉得漏了什么，但一时想不起来。凌晨12点，计时器更新显示剩余130分钟，我看后顿时狂喜，时间可以累积，我决定非必要不进空间，留到关键时用。第2天装不锈钢门和防爆玻璃的来了，装天地锁要上下打孔，不怕破坏房子们。没关系，安全最重要。大周末怕吵到邻居，我于是在业主群里吱了声，还发了个红包。2小时后，门和玻璃装好，公寓终于算是固若金汤了。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没想到是他。小满，我生日聚会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好，你等着。我冷笑，明白傅炎杰只是贪图我的礼物。柳如烟的声音也在电话那头响起。我警觉他可能是知道了空间的秘密，这才怂恿还不知情的傅炎杰打给我。傅炎杰就住在和我同一栋的8楼，不过我并没有进去，而是直接去了学校的图书馆，去找医学、武术、精神类书籍。想到洪涝最终会淹没这里，选择避开摄像头，将书丢进空间。虽然窃书不对，但书不该被这末世摧毁，等天灾结束了再捐出去吧。台风提前了，下午3点前要还车。我嘴上答应了，但还是到4点才还车。这时台风已呼啸不止，好在老板也没难为我，痛快地退了2000的押金。到了家我也没闲着，开始用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不停地下载电影、生活技巧、灾难急救等各种资料。这时购物 app 弹出消息，极地防寒服因台风延误，需6点前自取。这时我才想起网购的防寒服还没拿到，我连忙打车，可却一直无人接单，没办法，只能扫共享单车冒着台风前行，2公里路程逆风南行，好不容易才赶到快递点。此时快递存放点也是堆满了包裹，翻找10几分钟，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大快递盒。我又刷了刷打车软件，但还是没人接单。这时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正往他的悍马车上塞快递。台风来了，你抱着快递不安全。我就住旁边的小区，能捎一段吗？我付车费。佳佳，让姐姐抱。悍马车的后排塞满了物资，我只好抱着女孩佳佳坐进副驾。窗外狂风卷着断枝，铁皮棚盖被掀得作响。远处一女生正死死抱着电线杆。直到这时，天灾末世才正式拉开序幕。给车费。不必，顺路而已。台风可能会停水停电，趁现在来得及，可以多囤点物资。我推开车门，抱着快递迎风跑进小区。豆大的雨滴霹雳掉下来，我狼狈地擦着脸走出电梯，却没想到看到2个最不想见的人。你怎么才回来？等你很久了。一看到傅炎杰和柳如烟，瞬间想起末世时被2人欺凌，冷眼旁观自己被欺负的画面，心情也骤然暴躁。有事吗？我生日你为什么没来？跟你不熟，为什么要去？学妹，你还是不熟，别乱叫。上辈子自己犯蠢，怨不得别人，这回又想吸血抢空间吗？那就等着吧，我经历过的，也让你们加倍承受。今天学长生日，都是校友，大家一块聚聚。你耳聋吗？没听我刚才说不熟？他生日关我什么事？苏小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带着情侣对戒，却屡次3番邀请我去你家，想脚踏2只船。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我对你根本没那个意思啊。如烟，咱们走。小满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给学长过生日，
遇到台风回不去，能在你这儿借宿吗？你有病啊，都说不熟了。小满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说话就这样，有种别招惹。小满，你戴的吊坠真好看，不知是在哪儿买的？想要？可以转让吗？我真的很喜欢。我心里清楚，他大费周章不过是想夺空间罢了。你的喜欢让我觉得恶心。苏小满，你太过分了。如烟只是喜欢吊坠，你至于吗？滚啊！有种别来碍我的眼。空间绑定后，吊坠就失去作用了。人心险恶，不当面毁了它，还不知道柳如烟会干出什么事。进屋冲了个澡之后，便迫不及待地拆起了快递。极地防寒服看起来很厚，穿在身上柔软暖和。木乃伊睡袋也是由几层羽绒缝合而成，质量绝佳，未来的极寒得靠它们续命了。此时屋外早已狂风呼啸，天色也黑沉沉的。关好门窗，拿出个白色塑料大桶接水，装满后不忘放几桶在空间的厕所里。随着台风暴雨来袭，小区很快会停水停电，任凭外头山呼海啸，我在厨房可以不停淘米煮饭、洗菜炒菜，趁着家家户户还有囤粮，尽快把味重的菜肴做出来。以后可不能随便开火，省得招人惦记。煤气灶跟电磁炉也火力全开，蒸馒头、包子、花卷和烧麦，忙到凌晨才停手。匆匆洗了个热水澡后，我直接倒头就睡了。本来睡得迷糊，被电钻声吵醒，还以为天没亮，谁知打开手机已是早上9点多。微信轰炸不停，小区群跟班级群未读消息更是99加。我爱你菜刀，终于不用996了。靠！超市的货架都空了，我下班去连根菜叶都没有。我家楼下的树都被吹倒了，还砸到了旁边一辆宝马。群里不少人发台风的受灾图片或视频，也有人开始意识到不对，后悔没有囤到食物。仅仅一夜，街道被雨水漫灌，很多车辆被浸泡，低洼湍急地段的车直接被洪水冲走。是你？说实话有点懵。单元楼1梯3户，其他2户压根没人住。上辈子洪水淹到2楼，空房里的住户撬开占用。后来因食物短缺，就有人半夜敲我家的门，所以特地买了消防服。没想到1801的新住户竟是快递点就自己的那人。这一世不同了，台风提前，还来了新邻居，而且哪个正常人会像他这样原装3扇不锈钢大门？我知道他见义勇为，但末世道德沦丧，没人能保证他维持初心，该有的警惕不能少。龙卷风。吃完早餐，天色稍微亮了些，但依旧阴沉。我站在阳台，台风不停撞击墙体，暴雨将防爆玻璃打得啪啪作响。看着那龙卷风，突然疑惑上辈子有龙卷风吗？总觉得很多事不同了，且正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。我嫌手机聒噪，关掉网络，进厨房洗洗切切。中午没胃口，简单做了顿西红柿鸡蛋面，将生活垃圾打包好扔出门。刚要回房，孩子哭声从1801传来。佳佳，你怎么哭了？尽管学医才1年，虽是半吊子，但懂得也比一般人多。我听出了他哭声的不对劲。开门的佳佳眼神怯生生的，脸透着不正常的潮红，显然状态不好。你爸爸呢？哥哥不见了，哥哥也不要佳佳了。不会的，他可能有事出去了，待会儿就回来。要不先去姐姐家？摸佳佳脑袋，发现烫得吓人，还流清水鼻涕，知道是感冒发高烧。从佳佳的话里猜测她也曾被抛弃过。面对陌生环境，5岁的佳佳虽害怕，但她似乎还记得我，犹豫了一会儿答应了。将佳佳领回家后，量体温发现烧到39度多，赶紧找适合儿童吃的药喂她喝下。怕她家长担心，还专门写了张便利贴贴在1801的门上。看着外头咆哮的台风暴雨，我不禁好奇，这种天气出去，那不就找死？台风不时伴有雷电，电视也没了信号。看佳佳惊恐不安的样子，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没人管，便拿出平板调出动画片。不得不说效果显著，萎靡的佳佳也精神了些。我坐在旁边刷手机，好几个头像闪烁起来，其中就有傅妍姐。看着她的消息，心里冷笑，长得人模狗样，骨头却这么软，才1个晚上就撑不住了。我清楚，傅妍姐家现在还有7、8个没走的人，聚会都是零食、啤酒、蛋糕，又没存粮，即使有泡面、饼干，也架不住多张嘴。她发消息就是饿了要讨饭。小满老师，太感谢了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们家真没吃的了。求泡面啊，我愿意用5片装面膜换1包。我倒是没点家长的红包，接了也没机会花。群里秀囤货攀比的人很多，丝毫没意识到半个月的台风暴雨会让上面的救援难以开展，一旦食物匮乏，他们会成为被掠夺的对象。求助的则多是靠外卖的年轻人，家里没吃的。群里的抢险救援视频不少，看着那些视频，心里愈发压抑，刚要退出手机，谁知傅妍杰又跳出来，我眼都没眨就拉黑了那号。没多久，一个陌生手机号就打了过来，不用猜，肯定是傅妍杰的同学或朋友。这一次重来，我绝不当冤大头。苏小满，你平时最爱做饭，能不能挪点东西给我们？我跟你买，出5倍行不行？好友申请通过下，现在就转钱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以后还要见面，你真是这么绝吗？谁踹的？
滚！再串门，信不信我砍了你们做下酒菜？苏小满，你疯了吗？你们背后怎么议论我？真以为我不知道？这么瞧不起我，饿2顿就骨头软了？我们又不是不给钱，拿去喂狗也不给你们。告诉傅炎杰，别搂着校花找我要吃的，吃软饭还装清高，贱不贱呐？佳佳别怕，刚才是坏人，姐姐给赶跑了。想不想吃东西？哥哥呢？我摸了下佳佳额头，烧退了，听见她肚子咕噜叫，就接过去厨房，从空间端了粥。她饿极了，边吃边瞟我给她递了颗棒棒糖。谢谢姐姐。我打开手机刷群信息，看到傅炎杰在求助，毕竟长得帅，人缘好，很快有女生回应。我想了想，也发了求食物信息，但没人搭理。窗外台风肆虐，隔壁单元的玻璃都爆裂了，狂风直接灌了进来，街道积水也越来越高。佳佳睡着了，给她盖了毯子，敲门声又响了，是1801。她穿着雨衣，手里拿着我昨天贴在门上的便利贴。佳佳，她在。佳佳在你这儿。她感冒发烧，哭到呕吐，我喂了药，已经退烧了，你抱回去继续吃感冒药就行。你是医生？略懂。我叫李不黑，昨晚刚搬来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台风停不了，我得出去备东西。佳佳能暂时留你这儿吗？晚上来接。这么大台风，能出去吗？小心点，没事。好吧。另外，谢谢你照顾佳佳。应该的，你昨天也帮了我。幸好早把囤货收起来，厨房只有冬瓜、南瓜和大白菜。他扫了几眼客厅就离开了，出去备东西总比打我的主意强。我打开洗手间灯，从空间拿没处理的食材继续弄到一半突然停电，关好门闪身进空间，空间的电没停，我心里对末世倒又多了份信心。感冒不能吃鸡蛋，给你加了火腿肠，安心吃吧。姐姐做的好吃，哥哥把饭都煮坏了。不到6点天就全黑了，我拉上窗帘，打开太阳能灯。佳佳怕的抓住我的衣角，只能用平板放动画片哄她。晚上8点，李不黑回来了，拎着一袋物资。苏小满，谢谢你照顾佳佳，这有些简单的物资给你的。谢谢。已经停电了，也有可能停水，你最好也囤点。等他抱佳佳离开，继续做菜到凌晨。出去扔垃圾时，发现门外过道有水渍，鞋印消失在1801门口。他白天出去，大晚上还出去吗？看来这个李不黑可不简单。下雨微凉，我睡得很舒服，醒了才发现已经10点多。走到阳台，听到楼底有吵闹声，低头一看，谁已经漫进小区，1楼住户进水了。昨天停电后，群里安静不少，但有人发了积水的图片，水已经到1楼住户脚脖子，报警电话也打不通。住户们边骂边往楼上搬，有人在群里求收留，可现在停电又停燃气，谁都不敢随意开门。这时敲门声响了，是李不黑，他刚醒，神情透着疲倦。我家换了门，旧的装到18楼楼梯口，没问题吧？求之不得，我帮你。活基本是李不黑干的，我就扶了下，还得了把钥匙。1楼住户找上来，看到楼梯口的门，脸都绿了，叫骂着离开了。我们也没敢一下子装2扇门，不然也太刻意了。很快天然气也断了，我从空间拖出煤气瓶，捣鼓半天装好炉子，关紧门窗继续做饭。吃了顿麻辣火锅，出了满身热汗，辣得浑身舒爽。再看外面的水位，已经到小腿半截身了。为了避免焦虑，我关了手机，睡了个舒服的午觉，然后进空间开荒。看着空间里计时器少得可怜的数字，我撸起袖子就干。10平方看着不大，翻起来特别累。我把地画成4个格子，种了些菜种和树种，紧赶慢赶花了2小时，心疼得像割肉。出了空间才发现水停了，网络也断断续续的，感觉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停摆了。好在空间的水没停，找来了几个容器，直接灌满。之前1楼3家住户占了2、3、4楼过道，原楼层住户虽心里堵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很快那几家住户乱扔垃圾，还不时敲门要进屋上厕所，因此楼道里经常传来吵闹声。现如今水电气全停，救援更是没消息。气象部门原说台风4至5天过境，现在却越刮越猛。望着陌生的世界，心里有点堵。转身看见种植盆里冒绿芽，是之前撒的种子破土了。我蹲下身撸了撸旁边兔笼里的种兔，发现母兔变胖了，伸手一摸，肚子硬胀，她怀孕了。肉兔妊娠期30天，看肚子情况，台风结束差不多就能生。姐姐，给你。谢谢，不过好东西留着自己吃，吃的时候别被别人发现，会被抢走的。不给别人，只给姐姐，家里有好多呢。我哭笑不得地收下苹果，回了他2颗奶糖，心想这孩子不谙世事，末世几年会被坏人惦记。这时微信响了，是李小婉发来的消息。李小婉是体大的，全国大学生散打锦标赛冠军，也是夏雨女友。我、夏雨、侯赛雷都是孤儿，算抱团长大。小满，水淹了1楼过半，要是淹到2楼，方便我跟夏雨借住吗？小婉姐，房东东西占了1间房，我这挪不开，但1803是空的，你跟夏雨可以搬来，不过要快，怕2楼淹了被别人抢。佳佳，该走了。不要，哥哥做的饭吃了拉肚肚。
今天照着食谱做的。昨天哥哥也这么说，就没有姐姐做的好吃。我家就白水煮面，没什么好吃的。佳佳，听话。苏小满，楼道垃圾没物业清理，要不商量下处理办法？我刚好也想处理垃圾，便和他达成协议，先清现有的，以后各家自行处理，不准再放楼道。我还提了李小婉可能搬来，李不黑没意见。主要是李小婉能打，上辈子她多次帮我，人品经得起考验。2天后，1楼全被淹了。我站在阳台，见好几个人冒险游出小区。这边地势高，水流不急，但外面就不一定了。他们能不能回来，全看运气。这时，李小婉发消息说，决定马上搬来。她跟夏雨住3单元，离我这栋不过50米。我拎着垃圾下楼，正巧遇到了柳如烟。小满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呀？我有哪里不对，你可以指出来。离我远点。小满，我跟副学长只是玩得好。我觉得跟你挺有缘。你是听不懂人话，还是脑子有问题？你干嘛啊？柳如烟，你们蹭别人的我管不着，但别打我主意。我打你什么主意了？咱们是校友，打招呼而已。不打我主意，那还跟个哈巴狗似的赶不走，天天加我微信，不是想占便宜是什么？你家里东西一堆，别人都饿肚子，有粮食为什么不拿出来帮人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家东西长毛，跟蚂蟥似的，吸完一家找下家，谁不饿肚子？凭什么把活命的粮给你？上辈子极寒时，柳如烟就跟过几个男人，还用偷来的空间私藏物资，秩序崩坏，用身体换吃的不算稀罕事。柳如烟没想到我会拿刀，震惊的说不出话。动静引邻居开门看，我没理他们的眼神，继续往下走。身后传来柳如烟的哭声，被他耽搁的这会儿，李小婉已经冒着台风暴雨游过来，50米的距离，差点要了他半条命。我拉着夏雨从窗户翻上来，接着搬行李袋和橡皮艇，最后把泡在水里的李小婉拉上来。不料李小婉带来的行李却也引来了2楼住户的觊觎。你们搬家带这么多东西都有啥？小伙子，我们困这几天没吃喝，橡皮艇借我们用用，出去找点东西，饿谁也不能饿孩子啊。夏雨不同意借橡皮艇，大妈伸手就抢，拽得他差点摔倒，情急之下直接拔掉了气阀。李小婉见夏雨被欺负，上前推了大妈一把，大妈退了5、6步撞到墙，差点滚下楼梯。不借就不借，你凭什么打人？人家只是问问，至于动手吗？我早料到会这样，带了把刀下来。李小婉也是果断，拿过菜刀直接指着他们，谁敢碰我东西试试？小满，还是你厉害。是邻居装的，我跟着沾光。早知道我们也搬了，这几天连觉都没睡好，蹭住的，要上厕所的，还有大半夜撬门的。你们没断粮吧？我们还算走运。台风前有人填错地址，超市送了几大袋东西来，我们还没弄清楚是谁送的，台风就来了。平时我们都是食堂或者外卖，要是没这些物资，我俩可能早饿死了。到1803门口，我正想找工具撬门，夏雨掏了个单钩，捣鼓几分钟门就开了，顿时惊出冷汗，感觉家里2扇门都不安全了。不怕进不去门，他在家捣鼓2天了。1803是3室2厅，家具都是好的，没放租，估计房主不差钱。暂住还是别碰房主东西了，离开时复原好。我们选了个家具少的房间收拾，唯一一点就是阳台没玻璃。见他们还剩1袋半米，面条米粉吃的七七八八了，倒也能勉强撑到台风结束，便断了接济的心思。只给他们各备了份应急物资，接下来还得靠他们自己。回家后把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藏好，毕竟今后免不了要串门。上辈子经历过末世，我的精神都出了问题，这次倒是备了药，但愿用不上。等我午睡醒来，发现网络断了，彻底和外界失联。我大概规划了下，每天2小时锻炼，3小时学中医，2小时学外科。为了不重蹈覆辙，我也打算学习心理学，而且空间里我塞了上百本书，以后能慢慢琢磨。久而久之，屋里也开始发潮，没办法，只能用压缩袋收衣物，湿衣服放空间阳台晾。看了眼空间的菜园，青菜长势很好，土豆发了芽，皮子藤也快冒芽了。另外，怕蟑螂从下水道爬上来，我找了几块厚塑料板盖住，上面用石头压着。你家东西真全，还种青菜养兔子，难怪夏雨说把你扔沙漠都能活。我本来就爱囤货种东西，没啥可隐瞒，但很多东西需要有出处。台风前帮侯赛雷拉单，有个沉迷末世游戏的富2代客户，给他备了不少药，就顺手送了我个生存大礼包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感觉好像真要世界末日了。不止他们这么想，之前网上很多人都说，活这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灾难，而且不只是南方沿海，关键到现在也没任何救援消息。你跟侯赛雷有联系吗？他新找了个女友，大他10几，还离异带2娃，一看就是混社会的，想找个饭票罢了。没联系了，台风前给了他点物资，他这是想找女友还是找个妈啊？谁知道呢？唉，从孤儿院出来的，谁还没点毛病了？他同样如此，被人嘲笑小白脸吃软饭，侯赛雷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他无怨无悔，我也不好评判什么，毕竟我自己之前也是个舔狗。快看，是龙卷风！我拿望远镜一看，
2道反方向旋转的龙卷风，所到之处一片狼藉，像个巨型粉碎机一般。还是双龙卷？双龙卷撞在一起融合了，竟能把30几层的摩天大楼摧毁，不到1分钟就没了。你们管这叫台风？破坏力太吓人了。菜刀这名字取的真要把城市砍烂了。对面天台有个女人带俩孩子在哭喊着。想开点，台风会过去的，你还有孩子，别这么自私。小婉探出头开口劝他，可声音被外面的狂风暴雨吹散了。最终女人还是拽着孩子跳了下去。2号楼有人想阻止，却还是晚了。孩子在水里挣扎喊救命。别再看了，太残忍。那女人我听说了，她老公养小三转移积蓄，台风也没回来，估计觉得这漠视孩子苦，才带一起走的。只是这天灾真会结束吗？可孩子的人生才刚开始啊。他们回1803后，我试着放音乐调节下心情，做了牛腩、焖鸡，又找了部搞笑剧，边看边打发时间。不知1801是怎么教的，那小丫头几乎每天都来敲门，还总是中午的饭点后。姐姐，给你那个，我能看小白跟灰灰吗？佳佳喜欢兔子，经常会蹲在阳台看，2只种兔的名字还是她取的。可以看，但小白怀孕了，别碰肚子。要生小宝宝了，那我可以养1只吗？如果你哥哥同意的话，姐姐送你1只。从衣着来看，1801的对她照顾得不错，只是佳佳似乎有些怕她。就在我帮佳佳理袖子时，无意间看见她胳膊有淤青，再一看腿和额头都有，吓人的很。佳佳，你身上的伤怎么弄的？哥哥打的。知道1801那人冷漠，但不知道他还有暴力倾向，而且还是对孩子。他为什么打你？佳佳，他是你亲哥吗？哥哥教我打拳，没躲开被打到了，也有不小心摔的。姐姐，我打拳给你看。本是个柔弱害羞的小姑娘，摆起架势却瞬间奶凶，动作比我还标准。小孩子需要表扬，我也不吝啬地夸了2句。台风天让他每天练拳。1801难道知道末世要来了？晚上记得用热水泡。姐姐你真好，哥哥从来不表扬我。楼下如今也是越来越乱，水电气全断，抢劫成风。有人被抢后也跟风作恶，罪恶在这台风暴雨里疯狂滋生。我调整了作息，天黑就睡，定了12点闹钟起来训练，才坚持2天就听到门外有动静。这天深夜听到门口传来撬锁声，果断拿上杀猪刀，带上夜视镜，准备反击。我突然开门，第一个人来不及反应就被我捅了，第二个下意识想跑，我直接横腿甩过去，揪住衣领将他摔在地上。这次撬门的一共4个，剩下2个跑的时候不巧撞上了1801，一个直接被拧断脖子扔出了窗，最后一个让他利落的一刀抹脖，动作流畅的像个冷血杀手。又是你！这人是前世搬到1803，后来多次撬他房门的那个。像他这种人，哪怕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选择为非作歹。你没有错，这种人留着就是个祸害。他似乎对今晚的事并不意外，冷静达人从容抛尸。从气质跟身姿来看，要么是军人，要么警察之类的。可现在看来，他倒更像个职业杀手。等我清理了血迹，1801也把门锁修好了。我们没多说话，就各自回屋了。经历过前世，这点血腥不算什么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第2天水位又涨了，水面上到处都是生活垃圾，肉眼可见还夹杂了几具尸体，正随着洪水飘向远处。吃顿早餐的功夫，就看到好几个跳进洪水往外游去找食物的。这种情况每天都有，却也没见几个能回得来。小满，敲门的越来越多，咱们要当心了。昨晚1层有个独居女孩被撬门欺负了，你跟夏雨也注意些，这层不安全了。凌晨还没等下一波撬锁的开始，李小婉就过来敲门了。夏雨手里拿着刀，1801也同时开门了。面对我们18楼的住户们，几个撬锁的先是心虚，随即又开始恶言威胁起来。识相的赶紧把吃的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谁说我们有吃的？没吃的装什么门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们倒是滋润，关起门吃独食。别看敲门的只有几个，暗处还不知道有多少。今天必须杀鸡儆猴，有本事就上来抢。一时间楼层里惨叫连连，在黑夜中格外阴森恐怖。冲上来的总共6个人，直接砍伤了3个，另外的被卸掉胳膊，还被李小婉打得奄奄一息，而夏雨连出手的机会都没。要粮食还是要命？你们嘎人是犯法的，你们可以报警，看到时候警察抓谁？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放过我们吧。今天你们运气好，下次就未必了。滚！他们刚才多嚣张，现在就多闹钟。我们这层动静这么大，其他楼层竟没人敢开门看一眼。你好，我叫夏雨，刚搬来的。你身手可真好，不知是做什么的。你猜？走吧，我们回去了。这威慑效果很好，之后几天没人敢来。倒是外面的台风已经刮了15天，天灾越来越严重，如今能不能结束都不知道，只能苟一天算一天。小白肚子越来越大，今天发现纸板上有血，摸他肚子时他很躁动，看样子要生了。很快，这末世终于迎来了新生命。佳佳过来时，小白身边正安静地卧着10只小兔崽。小白有宝宝了，快吃！我告诫自己，
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每天醒来就听外头的风声，听多了也懂点。第18天的时候，风声好像不太对劲了。台风看着还大，但风力明显弱了，却下得更急。如今2楼全淹了，水都漫到3楼，楼道里又是一阵吵闹。早上吃的手抓饼从空间拿出来，还酥脆温热，配着蜂蜜柚子果茶，正悠闲地边喝边翻看药学书。我还以为是李小婉，没想到是你。佳佳生病了，你能治吗？什么病？应该是发烧，上吐下泻，还会说胡话。我只能帮忙看看，就懂点皮毛，可别抱太大希望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回屋拿了把折叠刀揣兜里。第一次进1801，这房子跟堡垒似的，钢化玻璃阳台，不锈钢大门，果然是我格局小了。姐姐，佳佳不仅发烧，身上还起了红疹，眼睛没了往日的亮，蔫蔫的。给她量完体温，把完脉，我看到她满是淤青，肯定是高强度训练让身体应激了，免疫力一乱，一着凉就病了。佳佳身体弱，运动得循序渐进，不能练太猛了。是我没照顾好她，你看哪些能用？病倒是不复杂，对症下药就行。等他好透，先养身体，再慢慢练。这跌打要久，一天抹4、5次，多按摩下效果更好。佳佳总磕碰，我有些药材，麻烦你看看哪些能泡酒。这些能活血化瘀，用玻璃罐装，兑1升白酒，再密封半个月。这个泡了天冷喝，可以暖身补气血。小孩不能碰。妈妈，我要妈妈，爸爸。佳佳别怕，有哥哥在。谢谢你替佳佳看病。午睡的正香，被一阵马达声吵醒。等我到窗边一看，竟然是几艘冲锋舟。18天没联系外界，弹尽粮绝时，希望终于来了。救援来了，政府没放弃我们，大家别急，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人。简单收拾必需品，老人小孩优先转移。我们很久没吃喝了，能送点粮食吗？我家饿3天了，就靠雨水，你们怎么空手来的？我们是纳税人，政府不给救助吗？小满，要不一块下楼看看？我们粉面吃完了，瓦斯也没了，我有点想去救助所，起码管保有热水。咱们这地势高，都淹到了3楼，别处水淹的只会更严重。而且体育馆、图书馆也淹了，官方的救助所只可能是酒店或写字楼。这么多人挤过去，吃喝拉撒都是问题。没事，天不救人，咱自救。好在台风停了，暴雨说不定也快了。然而雨越下越大，傍晚5点天就黑了，台风确实停了，整座城市只剩冲锋舟的声音。死寂的吓人。我早早吃了饭，定了闹钟，从晚上10点开始，每隔1小时响一次。凌晨1点，消防员转移完群众，小区彻底静了。我穿上防砍服和雨衣，拎着橡皮艇准备出门。那些人走后，楼道全是垃圾，味道难闻。我从3楼窗户翻到延伸台，摸黑展开橡皮艇，带上防水护目镜和矿灯。雨大水流急，城市早变了样，只剩高楼露在水面。幸好我早记了水流和地标，可还是滑了快2小时才到之前的大超市。那超市地势高，洪水都堪堪漫上了2楼，顶楼停车场停满了豪车，想来是土豪们台风前怕水淹，特地开上来的。这辆千万房车太合我意了，防弹车身，防爆胎，居然还可以油电两用。房车里面特奢华，厨房、厕所、房间都有，看着是新买的。我趁黑把它收进了空间，不过我也没急着进超市，打算先把其他车的油全抽掉。末世的能源可太稀缺了。进超市的消防门上了锁，用钢钳剪开后，终于下到了2楼服装区。好在空间还有点空位，我收了些女装，又拿了促销区的纸巾、饮料和薯片。电器区挑了小家电，生活用品区收了被褥和鞋，护肤品区的面膜、精华也没放过，像烟酒茶之类的也全收了。末世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光烟酒茶区的东西就占了快10个立方。之前花了点时间清了公寓的种植盆，腾了150立方出来。现在洪水涨得快，天亮前这些东西就会被淹，得赶紧了。要是空间能再大些，我真想扫空整座城的物资，可现在只能顾好自己。很快水就漫到腰了，连体雨衣也挡不住寒冷。刚想离开，居然有光亮射了过来，竟然还有零元购的同道中人。现在不知道来了几个人，而且水里也不好动手，主要是空间，绝不能被发现。我赶紧拿出潜水面罩，准备从水底绕去消防通道。洪水灌进雨衣后，身体特别笨重，只能边游边拖。听声音好像只来了一个人，松了口气，赶紧推开消防门往顶楼躲。好在顶楼没人。离开时最后扫了一眼停车场心仪的另一辆车，1801的同款悍马，可惜空间装不下，只能选房车。再过不久它就要被洪水冲走，太可惜了。水位也涨得很急，橡皮艇已经不大稳了，只能换冲锋舟。短短3公里路花了半小时，我并没有直接回去，而是转战了附近的一栋电器商业楼。那的洪水已经淹到3楼，只得打碎4楼玻璃钻了进去，直奔一家太阳能科技公司的门店。此行的目标也很明确，是台风之前就看好的一个太阳能发电机，68万那款，能蓄100度电，同时带动机皮空调或取暖器都没问题。在后头的仓库找配件的时候，又发现一台同款的，
也一并塞了进去。像太阳能板和支架这类东西很占地方，只能放空间阳台，可惜里面的地方还是太小，商场里其他的家电是真装不下了。收完这些，已经凌晨5点多，得赶在天亮前回去。在快到小区的时候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注意，我又特地放回了来时的橡皮艇。这时天也亮得差不多能看清东西了。刚到楼底就发现窗口那停了一艘载满物资的冲锋舟，有人在往窗户里放东西。仔细一看，这身材和高度，除了1801没谁了。想来他也出去零元购了，都是同道中人，没什么好尴尬。回到家，换了干衣服，喝碗热姜汤驱寒。天快亮了，李不黑也搬完了物资，得赶紧提醒李小婉他们。台风也停了，你们趁早悄悄出去，别让人发现。大学城斜坡有个4层超市，地势高没全烟，老板一家就住在里面，或许会开门营业。你们别管价格，买管饱耐吃的。回来时我特意绕过去，远远看了一眼，超市的灯亮着，外面停了几架冲锋舟。这时候超市真能开门吗？不确定，但总比干等着强，晚了就没份了。小满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去？我家还有大米，就不去了。咱们都走，家里容易被抢，你们买的多分我点就行，记得带防身的，注意安全。钱算我借的，买到对半分。我们快去快回。等他们走后，我也赶紧回家，锁上门，开始整理物资。为了节省空间，就将超市搜来的全部拆了包装，分类密封。重要的放空间，零食放外面，连房车都塞满刚需物资。这100多立方的东西，不知道能活多久，但未雨绸缪总没错。眨眼到了9点多，楼下格外热闹。台风是停了，但雨更大。会游泳的都出来找活路，有抱着水桶或救生圈出门，还有村民划木船、扛龙舟来找人或物资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橡皮艇和冲锋舟还是太少见了。看了一会儿，李小婉他们的橡皮艇刚好也回来了，还载着不少物资。刚想下楼，就有几个男人朝他们游过去。下雨一看，开始拼命的划，李小婉则是极想反抗。糟了，要被抢，得赶紧去帮他们。我跟你一起。他和我显然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。18楼现在可有很多人正盯着，水如今已经淹到4楼，楼梯口正聚着一堆想出去找活路的人。他们看着李小婉运来的物资，眼神里全是贪婪和愤怒，正暗自盘算着如何抢夺。都给我退后，谁敢上来抢东西我就砍谁。2把锋利刀具上的干涸血迹让众人下意识倒退2步。之前18楼的抢劫事件，整幢楼没有不知道的，一时间竟都敢怒不敢言。小满，接一下。物资有点沉，小心点。2人冒死带回的物资并不算多，却也是末世里的救命粮。为此，李小婉胳膊都挨了一刀，鲜血浸透了衣物。傅延杰与柳如烟也混在人群中，看着18楼接收物资，眼底满是复杂的怨恨。能不能把橡皮艇借我们用用？出钱租也行啊。超市那里真是乱成一锅粥，要不是橡皮艇防刺，我们怕是回不来了。这世道，人怎么变得这么狠？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，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毕竟这末世也才刚刚开始而已。这时候敲门声突然响起，乍看下竟有几十人，甚至都挤到17楼过道了，显然是冲我们18楼的物资还有橡皮艇来的。怎么不敢出去找物资，想直接抱团动手抢了？你们别误会，我叫贾正义，是大家选的楼长，来是想和你们商量组团出去找物资的事。如今政府还没有进一步的救援计划，单独出去太危险，而且找了物资也会被抢，不如选身手好的一起去，互相照应嘛。稍等，我们商量下，你们怎么看？不就是想抢橡皮艇，先踩过我的尸体，不怕死就来。他们人太多了，逼急了我们也吃亏，不如借他们。这次让了，以后只会没完没了。还是借他们，就让他们出去找船。城里有不少户外用品店，找到冲锋舟或者橡皮艇后，应该就不会只盯着我们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现在外头这么乱，要是橡皮艇被抢走或者弄坏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你们忘了，我有冲锋舟，小满也有橡皮艇，不怕。重活了一世，我深知人性善恶，而且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。人要是真饿疯了，会彻底失去理智，到时候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组团找物资就不必了，橡皮艇可以借你们1天，但我建议你们先想办法找船。也行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不过我们可只借这一次，要是你们弄丢或弄坏了怎么办？这都是邻居，我……别扯这些没用的，这可是我们活命的东西，别想仗着你们人多，要是惹毛了我，杀一个不亏，杀2个血赚。好，弄坏了我们赔你一个就是了。口说无凭，字据为证。行。贾楼长，橡皮艇可是你借的，出任何事我只找你。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你是住1303，有老婆还有2个孩子，老母亲的脚还不大好，对吗？我们会保护好橡皮艇的。本来想付超市的钱，可太乱了，没机会付，这钱先还你。另外那些物资还是对半分吧，毕竟没有你，刚才早就被抢光了。好吧，我只要这些，也不多拿了。毕竟也是你们拼命换来的。1801那个看着面冷，感觉还是很仗义的。现在咱们被盯上了，得齐心才行。
要不也送点东西过去，就当认识了，以后也有个照应。夏雨点了点头，装了5斤米，去敲1801的门了。谢谢。你们知道哪里有煤气吗？我记得小区门口的小吃店是用煤气瓶的，不过现在淹在水下，得找找才行。虽说我空间里囤了，但现在还不是名牌的时候。咱们最缺的就是生火的，最好现在就去，等他们回过神就来不及了。但要是都走了，被人撬门怎么办？那要不小婉留下带佳佳，我们几个去。众人乘冲锋舟出发，马达声还是引来旁人注意，却因速度太快，无人敢拦。水流急，有问题就拉绳子。夏雨天生病弱，无法下水，而我肺活量不足，毕竟水深10多米，加上还得在水下撬门，没办法，只能由李不黑潜下去找煤气瓶。我们2人在水面持棍警惕。小满，你看那是什么？那是浮尸。以前初见浮尸还会反胃，后来看多了就习惯了。刚才出小区的时候，门口就飘着几句，我掐着时间，1分钟过了，绳子没动静，2分钟、3分钟、4分钟，普通人在水里待1分多钟就不错了。就算1801擅长潜水，4分钟也太久了。我心里越来越不安，刚想扯绳子，水面突然哗啦响。几个店我都查看了，门全被撬过，里面搬空了。要是找不到液化瓶，有食材也煮不熟。感觉我们已经够快了，没想到还是被人抢了先，看来是真缺乏生活经验。这些小吃店在台风第2天就泡在水里，没潜水面罩，水性不好，根本撬不了。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个液化站，门口好像有棵大榕树。液化站距锦荣小区约6-7公里，不算远，但地方有点偏。嗨，你们几个停下，仍用下冲锋舟。毕竟千年难遇的洪灾，消防员的救援工具根本不够，李不黑也没去理会，载着我们在洪水中呼啸而过。朝前往右，水里那片冒绿色的，应该就是那棵大榕树了。找到了，但液化站有卷闸门和推拉铁门，想撬开不容易。把我包里的折叠撬棍拿出来。我也下去帮忙，你盯着点四周，有异常马上扯绳子。你们小心点。没想到水的阻力有点大，我们俩费了好大劲才把里外2道门给弄开。刚要往液化站里游，就有一道黑影顺着水流袭来，抄起手电一照，才发现是个液化瓶。我下意识想抓，又反应过来那应该是个空的，灌满的液化瓶密度大，不会这么容易漂浮起来。进入液化站内，我掏出强光防水手电，四处照了照，看到角落有不少液化瓶，可我根本拎不动。好在李不黑力气大，一手拎着瓶子，一手扯绳子，夏雨在上面拉，这才把液化瓶流出水面。小满，有人来了。那艘冲锋舟在雨里走得很快，我们来不及多想，夏雨用力扯绳子，把还在水里的李不黑拉上来。我也赶紧找防身的武器。这个液化站被我们承包了，识趣的话赶紧把打捞的交出来，顺带把冲锋舟和其他物资留下，我们可以考虑放过你们。好啊，你们过来拿。小妹妹你等着，哥哥们马上来。就在他们离我们不到1丈时，我正想掏家伙，没成想李不黑手速比我还快，直接拿出改装射钉枪开了2枪，对方的冲锋舟肉眼可见的瘪了下去。啊，臭女人，你想死啊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啊！水流很急，2个花臂男直接被冲走，剩下的想游过来，我跟打地鼠似的狠狠敲他的脑袋。这种烧杀抢掠的人渣，锤死反而能救更多人。一旁的夏雨彻底被吓僵了，他知道我能打，但没想到我这么狠，敲脑袋跟敲西瓜一样。等到剩下的花臂男也被水流冲走，李不黑又折返回了水下。我们1人拎，2人抬，总共找到12个液化瓶，还外加3台双灶煤气炉。虽然泡久了不知能不能用，但先拿回去再说。回去的路上也有人眼红我们的液化瓶，但他们只有皮划艇，根本追不上我们。等快到城区时，还差点碰上一对龙舟，幸好我提前用望远镜看到，让李不黑绕了路。到单元楼时，李不黑一个漂移停船，完美停在了窗边。快搬进来。小姑娘，你们的液化瓶哪来的？水下捞的，你们有条件可以试试。往回搬液化瓶的时候，有邻居开门看，不过18楼的个个活阎王，没人敢打歪主意。我听夏雨说，这些都是李不黑打捞的，而且他还出了冲锋舟和汽油，这要怎么分？我觉得还是平分，他虽多出了装备，但没我和夏雨帮忙，光凭他一个人可捞不动。而且要不是你留守帮他带妹妹看家，可能我们前脚走，后脚家就被人抄了。于是我们3个一起去敲了1801的门，打算问问他的意思。这些液化瓶怎么分？3家平分吧，你们觉得呢？没意见。哥哥姐姐，我要看兔宝宝。我留了个液化瓶在厨房装样子，煮东西还是用移动蓄电箱。虽说我空间不缺物资，可我得提升求生经验，才能应对未来更糟的情况。第2天，外面热闹了起来，更多人开始蒙着脸出来搞事，没有网络和天眼，人性的黑暗面全暴露了。各种嘈杂声、鬼哭狼嚎声混在一起，隐约间竟还夹杂着枪声。杀人了，当兵的杀人了！经过昨日的混乱后，官方调整策略，开始派军队维稳。我上辈子倒见过这阵仗，经过一系列的铁血处决后，局势才慢慢稳定下来。拿望远镜一看，果然已经有军人乘冲锋舟实弹巡逻，
在一阵时有时无的鞭炮声之后，世界终于安静多了。夏雨花了点时间把昨天带回来的煤气灶给修好了。为了感谢我，找房子收留他们。小婉叫我去1803吃饭。小满，要是没你，我们早挤避难所了。等一切恢复正常，我请你去5星酒店搓一顿。好呀，有机会的话。现在有军队在，外头稳多了。听说政府调物资到百货大楼了，咱们明天去吗？去，而且得赶早。今天好多人下水捞物资，离咱最近的那个大超市全是人，没装备就下去的都被冲走了好几个，能捞到的也多是坏的。要不是小满提醒，我们早饿肚子了。我们定了6点的闹钟出门，留1801看家。花了1小时，终于到百货大楼。从4楼进到里面，到处都湿漉漉的。让我们意外的是，商场原本在6楼，可是排队的队伍却到了4楼。更有甚者，听说有人昨晚就来排队。不过这次有了军人的实弹巡逻，没人敢再乱来了。我们赶紧排队，人也越涌越多。这次开放的物资限购的也是极为严苛，8点开门，每批只放进去50人，且限时5分钟。粮食类还每人限2斤，凭身份证用现金买，只买米面，别碰泡面零食。排队3小时，购物5分钟。我还是挑的大米，小婉和夏雨各要了米面2斤。小婉原本想再买个橡皮艇，可一看标价居然要1万。老干妈、菜干什么的也涨了几十倍，我们又凑了几样，就花掉了2000块。下楼梯时，我看到傅延杰和柳如烟拉手排队，1202的女孩跟他们身后，瘦得眼窝深凹，像上辈子的我。小满，好久不见。侯赛雷家离这不远，去看看吧。台风后就没他消息了。侯赛雷除了找女人眼瞎，做朋友没什么毛病。毕竟从小到大，我就只有夏雨和侯赛雷2个朋友，能帮就帮。谁呀？我们找侯赛雷。没这人，找错了。奶奶，侯赛雷住隔壁吗？你们找那斯斯文文的小伙子吗？他引狼入室，被人赶出来了。台风时，那女人带着家人来，小伙子冒风险去接，结果没几天就把他赶出去了。他当时还试着砸门，可里面就是不开。前段时间政府救援的时候被接去避难所了。现在怎么办？那就打一顿，把他们赶出去。1分钟内给我滚出来，不然不客气。用这个。你们谁啊？在这嚷嚷什么？那橡皮艇是我之前匿名买给侯赛雷的，普通人不会选这种专业款。看来他们不仅占房，还占了物资。再不开门，我弄死你父母和女儿！妈妈救我！杀人了！喊大点声，让全楼都知道你们抢别人的房子。你们干什么？再不管我报警了！别打我了！吃他的，住他的，还敢动手！我送给侯赛雷的物资，如今只剩这点了。夏雨把剩下有用的都装包里。这是我们的，不准拿！这橡皮是侯赛雷的，放开！松手！你这黑寡妇真恶毒啊！看到我的杀猪刀后，一家人瞬间吓得脸都白了，缩在角落发抖。救命啊！去凤城酒店找他吧，避难所按区域分，他应该在那儿。好。酒店那里现在人满为患，工作人员也被围堵，看来情况不容乐观。市政瘫痪，水面全是垃圾，没人有热水，食物也少，到处是臭味。侯赛雷应该在14楼，酒店塞了几千人，没网没电，问不出更细的了。那咱们动身吧。走廊黑漆漆的，每层过道都挤满人，稍不注意就得撞上，这环境也太差了。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周围就有好多双眼睛盯着，幸好楼下有军人维稳，不然真不敢来。找了20多间房，终于看到他，他就站窗边望鱼，比印象里瘦太多了，衣服都脏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侯赛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有什么打算？夏雨其实挺重感情的，他只有你跟侯赛雷2个朋友。再说谁没有困难的时候？洪水总有天会退的，就让他跟我们住吧。家里的粮够吃2-3个月，实在不行再想办法。小婉，要麻烦你了。都是朋友，等洪水退了，请我们搓顿好的就行。这次让你们笑话了。末世里没有谁活得容易，我看着侯赛雷的狼狈，想起了上辈子的自己，更明白此刻朋友间互助的意义。接下来2天没人外出，我除了看书，就躲在房间整理物资，累到腰快断了，才把超市扫荡的货全清理完。侯赛雷现在怎么样？几乎不说话，整天在房间里睡，估计被那女人伤太深了。而且现实又这么难，你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？他哪次分手不是要死要活的？过2天就好了。这是上次他给我拉单，公司送客户的福利，让他灌下去就没事了。男人总得发泄。台风都走几天了，热雨怎么还不停，还往上涨，让人心里发慌啊。谁知道呢？指不定哪天就涨到18楼了。李小婉一时语塞，脸色发白，持续不退的雨水也让每个人的不安都在加重。小满，开门。侯赛雷昨晚吹完整瓶白酒，烂醉1个晚上，
今儿早整个人都活过来了，叫你过来说有事商量。我觉得末世来了。怎么这么说？你们不觉得很反常吗？史无前例的台风，暴雨下得跟天漏了似的。我在避难所听到不少消息，政府不分日夜去粮油批发市场打捞物资，我们吃的面包、饭团就是用那些粮食做的。咱们国家哪怕不耕种，也囤了够国民消耗2年的粮食，为什么非要捞那些坏粮给我们吃，还只给3分饱，其他的全烘干储藏了？天天下暴雨，粮食根本运不进来啊！不，别小看了国家的力量，如果只是南方沿海受灾，救援早就到了。听说外省不少地方都受灾了，大灾难同时爆发，不是末世是什么？就算洪水退了，短时间也恢复不了。这就是政府加急囤物资的原因。这几天不少人跟着打捞，要不我们也出去碰碰运气？小满，你觉得呢？现在水太深了，专业潜水员操作都有难度。可商场早就被人扫空了，哪还轮得到我们？不一定非要找粮食，只要我们手里有别人没有的，到时就能换粮食。那就药品。现在所有人都往商场、水下找，我们可以去写字楼。我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偏河道水网复杂，应该没什么人去呢。我跟侯赛雷都熟悉那里，去碰碰运气也行。找到他公司的药品，咱们以后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。而且那栋楼不止一家干医药的。李先生，我们想去郊区写字楼找药品，想借你的冲锋舟用用，一起去吗？可以。那我还是在家带娃守大本营，你们出去主要找生存物资和药，至于其他东西，你们自行考虑。找到药和生存物资就平分，个人需要的不算，大家没意见吧？到侯赛雷公司有20公里，郊区水流越来越复杂，还刮起了风，普通木船、橡皮艇根本驾驭不了。幸好李不黑技术好，稳稳穿越水域，终于看到了目标写字楼。就是这儿，我公司在12楼。我来敲。透过玻璃能看到办公室里面很整齐，看起来应该还没被扫荡。那天本来要给药店送货，台风来了通知延时，我就把货拿回公司了。咱们位置有限，把外包装拆了只拿药，起码能节约3/4的位置。可以，各种药的用途我都知道，回去再给你们规整。众人开始分工拆包装，我则趁机去搜工位，零食、茶叶、自热锅，哪怕数量少也全收了起来。太费时间了，这样扫下去效率太低，我们分开收集吧。我负责12到15楼，你们3个各负责4层，应该能节约不少时间。好，这样快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有事随时喊我们。4人明确分工后，各自前往负责楼层，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收集更多有用的物资。扫完15楼，我去了14楼，这里只有一家科技信息公司，员工福利是真好，茶水间全是好东西，可冰箱里肉的味道一出来，差点让我吐了。不过这层的老板真任性，办公室大的离谱，居然还设了收藏馆。一进收藏馆，我就被博古架中央的唐刀吸引了，我取了下来，握着手感刚好，就博古架上的古董，墙上的名家书画，在这末世里还不如面包实用。但这些茅台酒不一样，82年的五星，02年和10年的飞天，简直是艺术品。我全扫进了空间。13楼是高科技孵化基地，全是新型创业公司，可惜太穷，搜不到多少物资。我累得喘气，吃了几根能量棒，接着继续敲门。真命撬开了一家内米布料公司，样品间的银灰色秋衣居然标价19.8万，这不是收智商税吗？我试了试，没感觉恒温，但布料柔软透气，冲着价格我收下了，还把所有布料和食品恒温布全收了。13楼才搜一半，侯赛雷就来帮忙了，他看到我肩上的家伙，眼珠子差点掉下来。